进去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会，不像之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每天很多邮件，然后很多那个不管用钉钉啊还是用什么，就 IM 里面不停的有人在找你，这个也是很痛苦的，就白天没有时间写代码，然后只能晚上时间写代码。然后我现在刚去这个工作就觉得特别还有点不适应，就每天习惯性的就打开那个我们用 嗯 Discord，打开 嗯 Discord，然嗯后结果发现根本就没人找你，然后群里面也没有几嗯条消息，然后邮件嗯也不怎么看，然后结果有一天就出事儿了，有一天嗯，那个 CTO 给我发邮正常件了。问题吗？CTO 给我发邮件了，因为没有每天去看邮件嘛，然后我有那个 Chrome 的那个 profile 就嗯没有配那个通知的那个插件，所啊以结果那天他给我发邮件了，然后我没看到，然后他又在那个 Discord 里面艾特我说我没回他邮件，然后是怎么了，然后嗯嗯。要回邮件怎么样？对哎，那现在小布老师应该已经建立一套那种，比如说定时 check 邮件啊，或者是就是每天2次嘛，至少，或者对，是我你们使用邮件的频率高吗？我现在加上了，但是邮件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呃在邮件里面讨论的东西。我现在给那个浏览器加上了一个邮件的插件，然后有邮件的时候它嗯嗯会提醒，但是一天基本上也没啥。大部分的邮件都是嗯那种通知，就是有人在 Calendar 里面发了一个会，然后你要不要接受？然后实际上我 嗯 Calendar 嗯就已经弹出来了，就已经接受了。所以嗯嗯也不怎么看邮件。但是我现在会确嗯保，就是每天晚上我有两个动作，就是在结束工作之前，我会先看一下有没有人给我发邮件，然后还有就是会把当天的工作我们总结一下发到一个群里面，这样一个嗯嗯文字版的站会。嗯嗯，对，所以小布老师就会发现，哎，好像每天这个，对吧？写代码的时间变多了，是不是更开对呀，心了一点？对，就是很嗯爽。我工作是08年底开始工作的，到现在就嗯只有这段时间真的是写代码写的太爽了，就是没有人找你，然后你嗯嗯也没有人催你，关键是就是你写代码写的快点慢点，也没有人会来催进度啊什么的，嗯嗯，特别舒服。就不是那种那个 deadline 驱动嘛，对对所谓 DDD deadline 对对对 driven development。嗯，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之对，前也是你也开始远程工作了吗？我也特别想知道你现在那个是什么状态。其实我才2周，这个是我的第嗯2周。对，我之前为什么刚刚提到那个 deadline driven development，就是大家在国内工作可能都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压力或者焦虑在吧？就比如嗯，说我们会说我们的产品要什么时候上线，或者说我们的发布会已经定对，好了，在某一天啊，我们要启动这个产品，甚至 PPT 都已经做好了，然后呢，我们的产品还没有，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嗯 去赶这个进度，然后整个就会，要不因为时间是固定的，那我们就只能加人或者加班，对吧？对。所以就导致了说，我们往往会因为时间的这个紧凑性，导致我们工作方式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形。对，我之前也一直在反思这个点，就是我们程序员本质上是在做一个这种知识工作嘛，因为嗯我们把产品开发出来，然后满足这个需求，其实是非常需要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的。然后我嗯之前就一直觉得这种状态很难去找，一般可能是一天开完会，然后晚上会有一定的时间，或者是怎么说呢？因为之前也有尝试过在家办公，嗯，但感觉还是会不一样，因为很多时候会不停的去查看钉钉啊，或者是查看群里有没有人找你，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虽然对说有机会在家办公，因为疫情嘛，但是还是会有一种被这个时间驱赶着的感觉。所以，嗯、所以现在其实我也才刚开始正式的就是远程工作，并且因为这家公司也是我先介绍一下，就这家公司本身是做敏捷在线工具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以敏捷的开发的方式来发布和开发我们的产品，所以每一个 sprint 都会每一个这个周期里面都会安排固定量的工作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时间是固定的，但是工作量啊、会一直让我们喘不过气。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如果是完全异步的工作，因为我们毕竟不在一个时区，真的就会像小波老师刚刚提到的，一方面是有一点点担心，就是在家里面没有人找，然后群里也没有人找，但是呢，另一方面就确实获得了很多的能够专心的时间，这一点就特别爽。不管是去熟悉公司的文化也好，还是去查看业务的需求啊，甚至当然最喜欢的写代码也让我觉得非常好。嗯，其实我们前后脚哈都开始这个远程工作。你嗯是你是为啥开始呃是就专门要去找远程工作呢？还是说是这个工作正好是个远程工作？就是你喜欢的是这嗯嗯，个公司本身，还是说是凑巧了？这个缘分真的，我觉得有三个特别巧的。就是第一个嗯点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写作，然后我在网嗯上有发布一些自己关于效率工具啊、关于敏捷、关于编程相关的一些文章嘛。然后嗯有一个美国的在亚马逊工作的一个，现在是跟我一起加入 Parable 的这家公司的。然后这家公司他加入之后，他就同时在寻找候选人嘛，他就在网上看到过我的文章，然后就觉得嗯是同路人，所以他找到我。但是这个是一个契机，但最巧的是，我在1年前，不对，2年前，我去看过这个他们公司的产品和代码。这个代码嗯是什么呢？因为刚刚提到这是一家在线会议软件，就是敏捷工具的一家公司，而他们所有的工作方式都是透明的、公开的，他们所有的代码也是公开的，就在 GitHub 上嗯面有一个公开的代码仓库。然后呢，这个代码仓库我在2年前就已经接触过了，已经去里面提过 issue 了，因为我去尝试把他们的项目跑起来吧。然后这个项目就嗯刚好，对，刚好，因为他们整个都是开源的，所以所有的部署啊等等都非常的简单，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基于 Docker，我就嗯在本地运行过，所嗯以这个是第二个比较巧的。第三个比较巧的是，之前那个 Bob 老师就是敏捷圈一个前辈啊，然后他也嗯尝试过说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可不可以利用这款工具来帮助大家理解敏捷，因为敏捷说了有很多的会议啊，或者是工作方式啊，但是如果有工具的辅助的话，其实会让整个流程变得更加顺畅。所以机缘巧合就是刚好，一方面是我想找一个远程的工作，然后能够更加的让自己更加的专注吧。第二方面就是刚好也是敏捷相关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能够帮助这个团队去更加深入的理解敏捷，以及让大家的工作方式更加高效。对，嗯，有嗯小伙伴那说他问的说，小波老，有小伙伴问说这是哪家公司呀？吕静老师呢是那在这个 Parable，对，嗯，对对对，我们那个海报上应该有那个公司的名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看。我们也还在招人，对，这嗯里这嗯，里你要非常推荐你要把你大家可的那个以先跟我聊一聊。你要把你的那个推荐码说一下，要不然到时候进去了跟你没关系，对，可以说是吕这个静老师推荐的，拿不到提成。对，提成有没有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接触到它之后，我觉得有3个好处嘛。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远程工作的一些好处，另外就是因为它是 base 在美国，所以你可以挣 dollar。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所有东西都是透明的。如果作为一个程序员，你写的代码是在 GitHub 上面，甚至是每天可以开源出来的，其实还是很让人兴奋的。对，然后欢嗯迎大家去官网查看我们的链接。然后如果你需要一些更多的上下文，你也可以就是加我微信来找我啦。
当然，另外一方面是，确实是公司的文化是非常透明的，在我们的官网上会有所有，包括我们平常的工作方式以及招聘的整个流程，因为它可能有几个面试环节，它都会写出来，也会有 CEO 的相应的视频。对，好的，那我们言而且归正传。而且那个，而且他们给的那个 offer 非常不错，这个我知道。就是吕静从大嗯厂跳过去都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offer 了，你可想而知。嗯。然后我觉得，呃，一直以来就是小波老师也是我的 mentor，对。然后我就觉得小波老师之前有做过很多的培训嘛，然后，我之前也对培训非常的感兴趣。一方面是以前在大厂工作会觉得，每天的时间都已经非常投入到工作上了，然后剩下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创作、去思考。因为我非常乐于去分享，然后乐于去帮助他人。因为我的有一个 slogan 是在成长的同时帮助他人成长，在学习的同时帮助他人学习。然后我就会很想拥有自己的时间去创作，不管是去做培训、做课程，或者是做自己其他想做的事情，比如说甚至去开发一些属于自己的小的产品。虽然小众，但是可能其他的小伙伴也会有类似的需求，所以也是从这个契机开始，然后去探索一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吧，一个程序员的可能的未来的工作方式。对，对，一方面 remote 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另外一方面这个空闲出来的时间，我可以去拿出来给自己的家庭，然后也可以拿出来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嗯，其实你刚才我这儿敲个黑板，就是其实你这个工作机会跟你日常喜欢分享这一点是有很大关系的，对吧？你说是那对对对个那个公司的人他在网上看到了你分享的内容，所以才联系上你。就这一点，其对，是实的，是的。其实大部分的程序员是，咋说呢？就是会有一个自我暗示，就是我不善于表达，我天天是跟机器打交道的，我不善于表达，所以，嗯所以，嗯，我就想专心写代码，但往往是你反而是稍微去多表达一点的话，你可能就已经超越过大多数的同行了，然后你就能够得到一嗯嗯些更好的机会，或者是更多的回报。对，嗯嗯，所以不能对，轻这一点上真的特别特别有感触。对，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分为可能会有3个阶段吧。就第一个阶段，真的大家真的要去写，就是第一个阶段我写博客，真的是为了整理自己的笔记，就是我学到了什么，我每天工作的一些感悟，我把它写出来。对，这个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成长的梳理嘛。然后第二阶嗯，段可能是慢慢的，你有更多的输出了。这个输出呢，你会发现你在输出的同时，你也可以帮助到他人，对吧？然后你也可对，以尤其是开始做就是技术管理之帮助后，就是你到他人。嗯，你很多东西你老是给别人讲，你自己讲的也很烦，那时候就开始需要有一些对，这种沉淀积累了。嗯嗯。对，然后你把它写成文档，其实别人问你相应的问题，你直接说，哎，我有篇博客，我有篇文档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这个也非常的节省高效。然后我刚才也提到了第三个可能就是真的是它的附带价值，它可以帮助你去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别人可以通过你的作品、你的文章去认识你。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哎，非常的奇妙。你可以跟远在美国、远在欧洲的某个小伙伴建立了联系，这个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对，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写下来，然后写下自己的思考，然后多把它发布出来。然后因为发布出来就会有反馈嘛，这些反馈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嗯，然后小博老师也是怎么样进入到这家公司的呢？我也挺有意思的。我是嗯嗯我去年其实是我做了3年多的自由职业嘛，就是在优普丰去做咨询，是一种相对松散的方式，就不是全职的。嗯嗯，嗯然后我前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银行做咨询，然后去年嗯是在一个大厂，就不太方便说这个名字。然后但是去年到就是
年底有一段时间，就是杭州老是疫嗯情，所以我去不了杭州，嗯然后就嗯导致我就开始慌了，我的现金流就要断了，你知道吧？然后嗯我就开始慌了，正好就有人给我介绍这个，说有一个公司不错，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然后我也看一下，也是个开源项目，然后我就上去想了解一下他们项目，我就挑了2个 issue 就解决了一下，然后后来他说你要有兴趣的话，就给你推荐一下，后来他就给我推荐了之后。他又给了我一个 issue 让我去解，就是给他们的那嗯个 app 写一个自动化测试，然后我就嗯写了，这个也是我们擅长的东西嘛，做工程实践的，对吧？对，是的，对，然后就给他写了个测试，后来就直接跟他们那个 COO 就直接聊 offer 了，聊完offer 之后，他说还有一轮就跟 CEO 聊，然后跟 CEO 聊嗯也是直接就谈公司的愿景啊什么的，就画大饼嘛，然嗯后嗯就约定好入职时间，我就入职了。我就觉得嗯挺神奇的，就这次面试我觉得特别简单，就是就直接几乎就是代码，然后没有任何的技术问题来问你说嗯你的经历啊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对，这个其实也体现出公司在意，因为我们是写代码的，并且我们 对是能够根据问题输出我们的代码解决问题的。对，就是看代嗯，码。而且我对，后面发现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因为用 Discord 其实是你后面加入的人也能看到之前的记录嘛，所以对对对，我就进去，我入职了之后，我就进去搜了一下我的名字，然后我看看他们是怎么哦，讨论我的。对对对，我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对，呃，我这里补我就觉得充一点，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就搜我，然后第一次出现我的名字就是当时他那个项目的，因为我是加入的是安卓的那个安卓的那一端，然嗯后他安卓嗯的那端的那个现在负责安卓的那个人呢，他想招一个人来代替他，然后他想去他是一个联合创始人，然后他想去做嗯做一些更复杂更有价值的事情，然后他想找一个人来替嗯代他。嗯嗯然后他第一次出现我的名字，就是他他说他把我的那个 issue 或者我的那个 PR 发在群里，他说这有人给我们嗯提交了2个 PR，是谁啊？他嗯嗯说这个看着代码量不多，但是写的非常的优雅。他说非常优雅。对，然后嗯然后他然后那个 CEO 就说他说谁？他说把他弄过来。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说哦这个人那个谁谁谁给我推荐了，他说你们就赶紧嗯赶紧聊吧，就赶紧把他弄过来。嗯就这样，然后后面嗯就有人说，哦，我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资料，他以前是那个 SoftWorks 的，然后 SoftWorks 非常重视工程实践，所以他们就是经常教那些 TDD 啊，教这个 Clean 嗯 Code 呀这些东西，他说写的优雅嗯是应该的，对，所以嗯就没有任何这个面试就进去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嗯，而且是的，我觉得是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今年就马上要35岁了，就马上到这个程嗯序员的天花板年龄了，但是我却又回到了开发一线，但是是不一样的快乐。对，就很快乐。嗯，对，我觉得回归初心，确实是想要创造点什么去改变世界吧，或者是做自己更想，就是创作本身就是非常快乐的。嗯，嗯，还有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经历过就是几年的这个时间都是在去影响他人嘛，就是做咨询和培训，想要去通过影响别人，然后提升别人的这个表现绩效，但是会嗯发现，就是你说教 TDD 啊，教重构啊，你去教敏捷啊这些，到了他公司里面，嗯其实他不是个人意愿的问题，他不是个人意愿嗯愿意学，就是像你刚才说的，deadline 就在那儿。然后没有时间嗯去做呀。我知道要写测试好呀，我知道每个工程师都应该写测试呀，但是就是不给嗯时间呀，就压力很大嗯，呀，动作就变形了呀，所以是的。就让我做的其实也很没有成就感，就在这样的嗯嗯环境上面，尽管你可以教，然后别人也很感兴趣，也愿意学，但是最后其实真正到项目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其实做的也不嗯太开心。那就想，反正自己还年轻，那不如自己去写代码，自己去干。对，所嗯以我就觉得还是回到以前，而且很好的一点就是嗯就是这个就纯写代码的这个工作，跟我之前去做咨询嗯培训挣的也差不多，嗯，所以这点让我特别开特心。别好。是的。就是我发现现在确实因为疫情，
就是各种远程工作就非常多。我之前看过很多开源项目，就是比如说像刚刚小宝老师提到的测试框架，比如说E2E 框架的 Cypress，像前端有一些像 Storybook 等等这些大的一些开源项目，他们都在招人，都在招的是 remote，就是远程工作的。所以大家就我觉得就是平常可以参与GitHub 开源社区，然后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契机，可能会接触到这样的机会。确实这样的机会也在慢慢变多，因为我觉得疫情确实还是改变了很多的，加速了这个未来工作的到来。我现在就觉得，真的通过 GitHub 去开源项目去贡献，去拿 offer，真的是一个叫啥呢？一个快捷通道。你就看哪个你做的那个领域有什么好的开源项目，你就直接上去贡献代码。是的，是的，就是哪怕他本身不给你 offer，你也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对，而且你提交的代码被合并进去之后，很有可能他们就会直接邀请你了。是的，而且本身这个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如果在某一个领域深耕了之后，确实会关注到很多细节了，比如说这个开源项目如果我们在公司内部有使用的话，你会发现，哎，他如果哪个需求不满足我们了，那对啊，就是大胆上去改呀，对，然后这个机会可能不仅是在自己现在公司有帮助，然后也可能对整个开源社区也有帮助，甚至还可能对你的下一份工作有帮助。对，我之前看到那个面试的时候也是类似的，就是解决这个 issue，然后甚至解决 issue的过程还会有那个报酬的。对，我那个项目也是，就是它是付费让你去解 issue，然后解决完了之后合并进去，你的那个面试题其实是一个生产代码，直接就是可以部署的。是的，这点特别酷。对，我看到那边留言有人问啊，就是如何辨别一个程序员水平的高低？我觉得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其实通过代码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了。然后通过那个你在那个就你给他提 PR，你去解那个issue的时候，通过跟他去沟通，他其实也能够了解到你的思考的这种思维方式，你获取信息、提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能力。其实，所以他直接拿一个生产的问题来给你解决，这个就我觉得是特别高效的一种方式。对，而且这里提到一个词就是上下文，因为确实在 GitHub 上面有代码、有 issue、有评论等等这些交互，其实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下文。你是在这个完整的上下文里面去解决问题的。然后之前我加入公司之后，有些时候因为是异步沟通，有时候就会想，我这句话到底说还是不该说呢？那那个公司的人就告诉我说，当你有犹豫的时候，你就要说，因为你要尽可能提供更多的上下文，然后对方不一定是在你的这个上下文上的，对，所以在异步沟通当中就要这样子尽可能表达更多的上下文，就不要假设别人知道是吧？对，不要假设别人知道，因为我刚刚看到弹幕里也有说，如何在远程工作中保持高效嘛。对，我那边也有体会，就是我刚进去的时候，在那个issue里面讨论，然后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个做 iOS 的同事，他就马上就问我，他说，因为我们做的是那个区块链嘛，他就问我对区块链了解哪些，他直接给我列了10个问题，他就通过这10个问题快速对我摸一下底，看我了解哪些，这样他就知道跟我在沟通的时候要给哪些上下文，我觉得这点就特别有意思。对，这一点学到了。然后另外，对，然后对，我也看到那个高效协同那个了，我觉得这里面它下面说你变宽了，你确实变宽了，然后那个它那个高效协同那儿，我觉得这里其实给我对那个高效的理解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原来我们认为高效说是通过 IM 这种低成本，就是你发个消息别人马上就回，这种叫高效，就是你反馈还很快，这种叫高效。但是实际上
现在我的体会是，就是我们现在沟通的这种，很少。你发个消息，可能人家第二天才回你；你发个邮件，可能也要什么时候回你；你在那个群里面留言，可能第3天才回你，都有可能。嗯嗯但是我们每一次沟通的信息量是很有质量的，就每一嗯嗯次沟通，它不是一句话，是你基于的这个问题的深入的理解探讨，是结构化的沟通。嗯比如说，嗯我们经常在国内的时候，经常会，测试就来找你了，说，哎，你这儿好像有问题啊，直接在 嗯 IM 上给你发个消息，这好像有问题。你说你嗯是理他还是不理他，对吧？你在写代码，然后就一来一回的这样就在沟通。他说我点了这个按钮没反应嗯啊，然后怎么样？但是你看在 GitHub 上面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结构化，就会说，就让他填个表，对吧？说你这个嗯是哪个功能，菜单是怎么进的，进到这之后你的这个操作步骤是怎样的，然后你期望的这个结果是怎样的，实际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截个图，然后甚至录个屏，然后有什么错嗯嗯，误消息或者甚对对对，至你抓到了错误的日志，你都把它传上去，这样别人直嗯嗯接拿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就可以，呃，这个得到更多的上下文就可以解决了，而不是对，再来找你一来一回的在那儿去挤挤牛奶一是的，样在那儿挤。是的，就是微信聊天或者 IM 聊天，就是先问一句在吗？然后在吗？我看到这但是你没有种消息我提供任都不回，任何上下文的，对，我对，就等他，我就等他说正经事儿。他要是一直不说，就应该是不重要，我就不回。是的，是的。哎，那小郭老好，师，你们公司内部有那个知识的沉淀吗？就比如说会用文档型产品吗？就我们用 是因为我 Notion，们在用 Notion，哎，我们也在用 我们也是 Notion，Notion，嗯嗯嗯。然后我会发现很多确实会就是在异步沟通之前，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已经进入沟通这一步了嘛，其实，在沟通之嗯前，其实还有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搜索，就是你是可以在我们的Slack 里面，然后或者是小布老师用的 Discord，或者是刚刚提到的 Notion 这样的在线文档一个知识库，对，我们先搜索一下，发现可能我遇到的问题就是之前的人已经问过了，或者是已经对解决过了。对，这个还是一个挺有用的，就不用造成不必要的打扰嘛。对，我们也是，就特别特别强调这个。我最近在做一个事情，然后有一个我们 COO 他就因为是他在推 Notion，所以他就很积极。每嗯个人在做什么事嗯情，他就赶紧去把嗯那个页面创建出来，说你有什么那个关键的信息就记录到这个页面哈。他就经常在干嗯嗯这个事儿。但其实我们现在还做嗯的不是特别好，因为今天有一个新加入的伙伴在那个开会的时候就问了一嘴，他就说啊，我们现在这个文档挺烂的。嗯，这程序员的通病就是最是因为讨厌写文档和最讨厌别人不写文档。是因为结构化的不够结构化吗？还是找不到自己想找的信我觉得息？还是那个，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刚开始用 Notion 吧，就是还不是特别的嗯嗯特别的完善。嗯嗯。对，我们那个上面是就是几乎所有内容都能找得到，然后也是从02年开始使用的。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我借助 Notion 做了一个 timeline，就是因为我第一周加入公司，就肯定嗯是想熟悉，一方面是熟悉团队，另外一方面是熟悉文化。然后团队嗯的话，就是我想看每一个人他加入的一个时间，然后嗯我们就会有一个那个人的字典，嗯就一个字典列出了所有人他的入职时间以及嗯他的工作方式，比如说他从哪个时区，从几点到几点，然后他查嗯看邮件的频率怎么样。对，所以我就做了嗯一个那个 Notion 的一个类似于甘特图，然后就可以看到嗯，每个人加入的时间，然后我就能判断，诶，这是个老员工，他肯定知道更多上下文，对，就可以哇牛，这找他。个学到了，这个对，牛。然后嗯，然后这些人作为一个字典，对吧？就成为了一个数据库吧。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些信息就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比如说这个人他属于那个 product team 的，就是产品团队的或者是开发团队嗯的，然后就可以按照他的一些角色进行分类，然后就可以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到它了。所以 Notion 本质上嗯，是一个数据库的感觉。对对对，嗯，哎，对了，还有一个我比较好奇的，就小布老师嗯工作了2个月了啊，嗯
有两个点啊。第一个是，你们是怎么做那种异步决策的呢？比如说这个决策确实是需要很多人讨论，以及每个人可能是有不同的角度的思考的，有可能有些人对，投正面的赞同，有些人可能会反对。那这种嗯决策会怎么去制定呢？嗯，我们现在就在做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产品现在在做技术选型，然后嗯前期其实是很嗯，很模糊的，技术选型。所以最近是我跟 嗯 CTO 嗯在 pair，他是嗯嗯每天会，本来是预计说每天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是远程 pair 在一起做的，后来他那边疫情的关嗯嗯系有一些那个问题，然后他就每天跟我有半个小时的沟通，然后我会把他给我表达痛点是什么，然后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给我一些方向，然后我去研究，研究完了之后，我嗯就跟他讲我研究出来什么东西，写了什么 demo 给他演示，然后他又继嗯嗯续再往下去做，然后我们嗯嗯做了一个星期，然后现在写了一个，今天他会写一个那个报告。然后把嗯嗯这个报告放到 Notion 里面，然后让嗯给大家提供上下文，让大家来看，然后大家嗯嗯来给一些建议，对，然后我们嗯嗯也会继续下去。嗯，对对对，我们也是类似的，就是就是有一个概念 RFC 嘛，就征集意见，嗯会把它先写成文档，然后如果有比较复杂的上下文，还会录制一个视频，就是讲解嗯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申请或者是一个 proposal 它是什么样的，然后大家也是来 Notion 上面评论嘛，然后嗯会判断说这个决策如果做了，它对团队的影响会怎么样？因为那个亚马逊的那个 CEO 贝索斯之前讲过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先判断这个决策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单向的就是做了就不能回头了，这种可能就是会更加谨慎一点。就因嗯为像技术选型这种未来可能会变，那变了嗯，没关系。但是如果像那种比较严重的需要没有回头路的，可能会更加谨慎一点。对，所以也是类似的一个流程。嗯好，我们有位小伙伴呢问两位老师说，那个进入开嗯，源项目需要准备些什么吗？或者说是有什么要求吗？嗯，这我是个我好问题。我觉得什么小马老师。都不需要准备吧。其实我做的最多的贡献就是给开源项目改错别字，就是我在用到开源项对。目的东西的时候，呃，对，看到文档里面有问题啊什么的，它一般现在开源项目它的文档也是开源的嘛，都会有一个 嗯嗯 improve，然后我就点过去，直接就在线就帮他就改了。所以我的那个 嗯 GitHub 上你会看到很多开源项目的贡献都是改错别字。嗯，对，对，这个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切入点，就是嗯你平常工作的时候会用到哪些开源项目，对，你就从这些项目上面开始切入。比如说你在研究 Vue 或者是研究 React，甚至一些周边的工具，对你发现有哪些地方你不太懂，你就对可以去看代码，然后可能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点，因为有时候你也对可以做重构或者是改文对档，对，都会比较简单。对，而且真的没有那么难，就是你去看它的 issue 里面，真的有好多低级的 嗯 bug。其实，嗯假如说是一个前端工程师的话，你说你很擅长 Vue，然后你用 Vue 做过很多项目，和你说我是 Vue 的贡献嗯者，我给 Vue 嗯，解过3个 bug，这个你在面试的时候的那个对别人的吸引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的。而且我也给你们那个项目去做过一个贡献，就是我之前在带嗯我一个表弟，他最近在学前嗯嗯端，然后我就带他去前端项目嗯做贡献嘛，就挑了你们那个项目。嗯，然后因哎，为你们用那个 GraphQL 嘛，用 GraphQL 对对对，我之前也没用过，然后我嗯就在那儿修那个问题，然后能解决，但是没有找到根本原因。然后我嗯嗯就在想，因为你们的那个团队的人自己也在解决，我就想等他们解决嗯嗯出来了之后对比一下结果。结果第二天我就嗯看他真的提了一个 PR，然后发现他的解法跟嗯我是一样的，就是他其实也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是啥，然后嗯用一个这个方法把它绕过去了。后来嗯嗯我就在里面留言，就问那个应该是个技术 leader，我就在嗯我看他也在里面评论，就是说这里不是根本原因不是这样的，我就问他嗯嗯是怎么回事啊什么的，
他就嗯很耐心的给我回了好长一段，就讲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你可以看哪儿，可以看哪儿。嗯我觉得真的是，就嗯嗯开源项目上的人真的就很 nice，就很嗯嗯，愿意对，去分享，很愿意去帮助别人。嗯而且这真的是一个共赢的一个方式，因为本对，身我们项目一方面开源出来，其实就像可以吸引像小波老师这样的优秀的开发者，然后来做贡献，然后就可以改进我们整个产品嘛。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让有自己的一个开发节奏，然后会推出更多的新的功能。对，所以嗯一个是开源的版本，一个是独立运行的 SaaS 的版本，其实商业化和开源并不冲突。对嗯对，然后刚刚提到 GraphQL，其实 GraphQL 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特别是对于这种异步开发的团队来说，因嗯为 GraphQL 本质上是一种 API 的一个开发方式嘛，然后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由前端来定义我要查询的数据模型，然后嗯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模型来获取到任何自己想获取的数据。所以说这嗯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两个痛点就消失了。第一个痛点就是我不知道我往后端要什么数据，对，我嗯就不需要去找后端人员说，哎，我需要这个字段，哎呀，你麻烦帮我开发一下，然后我就可以直接通过 GraphQL 的这种数据模型的定义，知道我能够获取到哪些数据了。然后第二个是刚刚提到程序员都比较讨厌写文档，然后这嗯个 GraphQL 本身其实它就可以有一个活文档，我们在那个 API 的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就直接会反映到这个活文档上面，所以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文档更新不及时的，哎，然后发现后端同学，哎，你少了一个字段，你怎么没有把这个字段传给我？或者是这个字段怎么改名字啦？你怎么从这个嗯，驼峰式改成对，这个太下划多了。线式啦？对，这种情况特别多。然后你发现这种沟通造成的 bug，然后在生产上发现其实是非常浪费的。然后我们说，如果采用这种数据模型驱动的方式来开发的话，会尽可能的减少沟通。然后这种沟通呢，往往就是我们程序员这个不同角色分工之间，然后对，由这个字段和字段之间的这种传递扯皮。导致的沟通成本，对，就可以对。大大减少了。对，这而且个其实很多是是非常好的不是一种方式。很多不会马上发现，就会流入到下游，然后到测嗯嗯试那儿，或者是甚至到生产，就直接对我们工作节奏就又打乱了。嗯嗯，是的，对，我看对呀，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跟这个异步有关系，就是刚才南浩嗯提的那个，嗯芬兰人英语也不是特别好，我觉得我们那个里面也是发现，就是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他的那个口音也很重，我们听着都很费劲，就互相听着都很费劲，所以嗯所以其实异步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把对听说的要求降低了，然后对读写的嗯嗯要求给提高了，而我们中国人学英语的方式本来就是擅长读写，不擅长听说，所以就其实嗯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做这种，可以和世界接轨，去做这种分布式的开源项目，嗯嗯，对，是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异步沟通的时候，确实你也可以有更多的准备嘛，比如说真的要开在线会议或者面试，你可以提前准备好很多问题，然后也可以准备应答的方式，甚至你还可以借助于那种字幕识别来更加听懂对方在说什么。对，嗯，就会，其实我就会有对用到，就是在面试的时候直接识别出字幕，然后这个其实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对方的。然后如果对对对，是你自己现在说的话，会议软件都会有像实时字幕了。对，然后你自己去表达的时候，也可以先把视频录制好，对，然后也嗯，是一个更好的，你甚至可以把不必要的一些卡壳的地方给它剪掉，然后让对方也能够节省时间，对，剪辑过然后是吧？更好的了解你。可以可以，嗯，嗯。学到了。有小伙我伴问呢，说这个应届生好进吗？好进国外的公司吗？我觉得有点难，可能。应届生比较难对，是吗？可能是对，需要一就是这种些积累。这种开源项目或者异步工作，其实它之所以能够顺利的运作，就是这个人他是只要你给他足够的上下文，他是可以自己完成工作的。
就如果技术能力强的话没关系，但是一般应届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经验不足或者那个技术能力还不够不是很强的时候，其实需要很多的指导。然后如果这种指导来的不那么及时的话，其实又很痛苦。就你遇到一个问题，然后就发个消息，然后别人过第2天才回你，第3天才回你，其实进度就很慢，你自己也很受挫。我觉得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对，就这个就是一个反馈周期，因为如果作为一个初学者，如果说你面对的上下文实在太少，你就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个其对实是比较痛苦的。对，然后当你有一定经验之后，你会更明确的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所以你就会问问题会比较有针对性。对，对，我觉得至少是但至少是在国内的公司里面有得到过这个高级的 title 之后，去这个事情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它是第一是你技术栈是完全没问题，你可以自己搞自己解决问题的。第二个还是要有这种产品思维，就是你知道该问什么问题去挖掘需求，你知道怎么样一次性的就在前期你看到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哪些信息是你后面需要的，然后你就可以一次性的就把它问清楚。而不是说你做着做着你才发现哦这儿好像又不清楚了，然后又留个言又问一下，然后做着做着又留个言又问一下，那样的话就做起来就很痛苦。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面其实是越全站，然后甚至是越还有一些产品思维，还懂一些运维什么，反正你的技术站在上下游是越全越好的，然后在自己的那个领域里面是非常独立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全干工程师。当然，应届生我觉得现在也有一些机会，就是像微软、像 SolidWorks，其实都会有在家办公的机会，可能不是完全在家办公，但是可以像这种外企也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就先让你看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工程实践的方式，更好的一个工作方式，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尝试的。好，感谢2位老师。然后我刚刚提到那个全干工程师，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全站工程师也是站的工程师，所以小布老师是怎么休息的？因为我意识到，如果真的3个小时都在写代码，如此的高效，其实是非常耗碎脑细胞的。所以想问一下小布老师，如果在家办公会怎么样调节这个休息的节奏啊，或者是我是这样的，一些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工作环境啊。应该要先把那个得把那个虚拟背景先关掉。对，老师。好。怎么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出现了徐老师的头像了。刚才我怎么变成那样了？应该点那个虚拟背景那里可以改一下。好，稍等一下，我把那个虚拟背景一关就 OK 了。我怎么找不到虚拟背景了？点那个停止视频的右边，然后有一个虚拟背景和美颜。对，我给小布老师截个图吧。哦，就在右边有个小箭头，对。好。怎么还有啊？您是用选一下无。就在那个设置里边有一个虚拟背景和美颜，您看到吗？现在有。我来录个可以。看到了，能看到了。哇塞，看小鹏老师这设备多齐全，还有这个美颜灯。可以站立办公。因为最近我想做一个事情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远程工作了嘛，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就拿的还不错，然后工作又很开心的事儿，所以我特别想做出一系列的这个这个分享来去帮助大家去找到更多这样的机会，所以最近在想干这个事儿，在准备录一些视频啊什么的，做抖音。对。然后我是这样工作的。我之前是我去客户那儿跟别人结对的话，我去辅导的话，都是50分钟休息10分钟，就50分钟一个番茄钟，然后休息10分钟。然后后来发现我自己在家这样50分钟休息10分钟，我觉得都有点受不了。其实我前2年就已经觉得已经职业病了，就是颈椎很难受，然后
坐久了的话腰也会很难受。然后我从去年开始练瑜伽，现在每天都要练瑜伽，每天锻炼可能哇塞，有每天，一个半到2个小时嗯吧。我早上6点半起来练1个小时，然后晚上在5点钟左右我会再练个40分钟左右。就是其实嗯已经有这个问题了，但是最近就练了这一年就还好多了。但是我现在的节奏基嗯本上是25分钟，然后就要休息一下，我就工作二十五嗯分钟，我就要出去走一下，因为我都好，就最近疫情了，最近我小区疫情了，我嗯嗯头都没剪，然后我楼都没下，就我每25分钟在里面，在这个房间里工作，然后就出去跟我孩子玩一玩。对，我孩子最近也在家里上网课，我就他们也休息，我就跟他们一起玩一玩，然后又回来继续工作，确实，然后就我要运站坐动起来，交替的我已经胖了，我已经胖了很多了，对，所以练瑜伽吧，去做一下练瑜伽。瑜伽动。都说了你的这个好的，发宽了，这是义务工作的幸福费。嗯，我义这个务工作还其实还有一个好才刚处就是我今开始，年我嗯，们两个都还没开始做，就是我其实最期待的一点就是我要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出去，一边旅游一边嗯工作，我这个是我特别期待的。嗯嗯，哇塞，这是所有人都对。期待的方式。嗯，对，我们现在公司那个官网的文化里面就写明了，就是非常鼓励大家一边 travel 就一边旅嗯。行一边工作，所以有些同事确实是一会儿在可能美国，一会儿在西班牙，然后一会儿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了，所以其实这样真的确实，能做到吗？就是因为你工嗯作的时候毕竟需要你专注嘛，但是旅游的时候你肯定是一些它是更多的这样的，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你不是嗯，每天都要旅游的，是比如说我到一个地走走方去，停停是吗？我就在那儿待个10天半月的，然后我每天白天对，是的，还是正常上班，然后业余时间的时候出去转一转，然后周末的时候出去转一转。你不能每是的，天是的，都是在去景点儿，然后又工作，很累。嗯。像我们这种出去玩儿，就是每天都在排对，满行程。那种是纯玩儿，对，是纯玩儿。纯玩儿。那是因为真的是稀缺嘛，就是对，因为平常都在工作，所以放假的时候肯定就是对安心玩，就不我要最近的计想太多了。划就那叫是，度假，对吧？我最近嗯，的计划是的，就是接下来马上就要出发，就是开车去北京，欢迎嗯大概欢迎。花1个多月的时间去北京考个试，然后再开车去咱们那个6月的深圳的那个 K 交大会嘛，OK 然后我嗯嗯，就从北京直接开车过去，就对，转过去，那这里我几要插个月的时间。个话啊，嗯，就我们的好，李小波老师和吕晶老师呢，会在我们6月份K 加全球软件研发行业创新峰会上深圳站来带来我们的主题分享。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有一个报名链接，大家可以直接报名，好吧？嗯，两位老师可以继续。嗯对。插播个小好。广告。刚才那个吕静讲的那个 GraphQL，他是要分享这个主题，然后我的话会分享一些，对，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一些，还比较少，就是义务工作确实很香，然后我们都很爽，但是为啥国内这些公司这么难呢？其实它是需要一整套的体系的，比如说你得开发者得写嗯好测试，做好代码质量，嗯然后后面别人找你才少，对吧？bug 才少。然嗯，后前面对需求要把需求的质量搞好，这样开发者拿到需求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又要反复的去问。然对，后是的，还有团队的知识管理啊，还有这些工程实践、CI 啊、自动化测试啊，这嗯一整套的东西去支撑，甚至还有公司的文化，包括其实我们团队最近也是不停的在招聘，然后也会发现越来越大，也嗯在不停的在尝试更多的改进，比如说也经常会说要不要再引入一个新的会议，就之前我嗯嗯，们每周只有是的，半个小时都不到的一个会，然后 COO 嗯最近就有点焦虑了，就在说我们要不要引入一个新的会议，怎么样？嗯嗯，对，对，我们到时候六其实月的时候一周应该是对，又会有一些不嗯同了，反正这一路的这些演进，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嗯嗯们虽然说国内大环境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我去年在客户那儿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导入极限编程，就是让大家能够每天去做代码评审。嗯，他之前是这样的，之前那个团队我最开始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说每天我们要做集体代码评审，然后这边的那嗯嗯，个负责人说，他说我们每天工作到1、2点，哪有时间做
集体代码评审啊。后是来的，是的，后来我去了他们的那个西安和杭州，真的杭州是西安到10点，然后杭州到12点，真的就是刚才说嗯的那个内卷，就是所谓的内嗯卷啊，但是就真的是在拼时长，真的很痛苦。嗯，然后白天就是的，是在，尤其是那种做偏底层、做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东西，它服务对内的几千上万的开发者的时候，就每天好多人来找你啊，就各种问题做技术支持，嗯嗯，所以他白天基本上没有时是的，间写代码，然后晚上再去修 bug、去改问题单，然后嗯嗯，那个时候精力已经不对，行了，然后又写出更多的 bug 来，就进入一个恶性循嗯嗯，环。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而且这去年里面去年在质量，我去年在他们成都一个团队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约定好说，我们要开始做每天的集体代码评审，然后我们要做结对编程，我们要写测试，然后我们约定好每天就是8点半下班，就都不嗯敢太早，嗯约定到嗯，8点半，8点半我就把他们所有人都赶走，然后他们有的人嗯还不好意思走，我就把他们那个 leader 直接给他拉走，我说 leader 跟我出去嗯，转一圈，然后等他们都走了你再回来。对，就需要有一些对，这种，嗯，嗯可以借鉴其中的一些方式吧，可以做一些嗯嗯改变，会舒嗯嗯，服一点点。对，确实我们主题就是探索这个未来工作方式嘛，就是嗯，远程是一种，对，但是另外一种啊、工作方式也是说，极限编程、敏捷开发这些很多的好的地方，其实依然是可以值得借鉴的。就像这个代码集体所有制，然后这个 code review，然后以及完善的 CI 这种机制，还有 TDD 的开发方式等等，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这个 bug，对吧？减少 bug，嗯，提高质量，就不会有那么多来来回回的这个沟通。然后这些沟通其实，我觉得倒不是结果，它反而是暴露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程序员对明明需要那么多专注的时间，为什么偏偏有那么多需要沟通的点？那我们可不可对，以提前把这些沟通的点给它卡掉，给它剪掉？然后你就会发现需求要搞清楚，然后 bug 要尽量少，然后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个整个端到端之间的一个浪费。然后我们说提高效率其实就是减少浪费嘛，我们时间上减少了浪费，然后这个心情上就会更愉快一点，其他的时间也会更多一点。对，8点半对，还是卷的时候，他都5点半，五点半太爽了，太爽了。嗯我其实现在我感觉我没有那么轻松，就是嗯，我觉得嗯，我现在其实还是有点不是特别健康的状态，就是我一整天都在工作，我感觉就是晚上对，的时候我都我也有这样的还想还感觉。想工作，嗯，反而没有那是的，种边界感了，就是说到嗯几点就该上班了那种感觉，反正是就好像还想做事情，还想做事情，就嗯嗯，这点也其实是的，挺不好的。小波老师已经上瘾了，对，有工作点上瘾。上瘾了。然后，咋说呢？就是他虽然没有进度压力吧，但是你还是很想把那个事情快点干完。嗯嗯，对，这个感觉是我们程序员的一个，嗯，怎么说呢？就是确实解决问题很爽，然后也会陷入这个细节里面去，就是很想把它解决掉。这个好像有一个效应叫什么蔡加尼克效应，就比如说服务生，对，他记菜单特别厉害，但是如果这个顾客已经结账完了走了，他就瞬间不记得了。所以我跟我们从的大脑工他内存里面把它作方式也清掉了。有关系。对，它是短时记忆。嗯对，前面有人提到就是怎么打造这个第二大脑，这个你是专嗯，家，你分享一下呗，就不用讲太多，因为你讲这个可以讲出一门课来，你就大概分享一些方法工具，嗯嗯让大家有东西可以查就行了。嗯，其实刚刚小波老师提到一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受众们可能有编程的经验嘛，就是类似于一个缓存。人的大嗯脑其实工作记忆很短的，所以说，像我们记一个电话号码，我不知道大家是334还是344，大概就是你会把一整串数字拆成几个组块，对，这是第嗯一个概念。就是组块的话是能够帮助我们大脑的一个记忆点的，就是大脑的缓存其实就只有3个到4个左右。然后呢，
那这个缓存就很少啊，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额外的，我们称之为第二大脑来作为我们的更大的一个缓存空间。我们把一些想法、一些任务全部都列出来、写下来，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大脑运转的更快了。你可以借助外部的辅助工具，让自己的思考更加敏捷，然后自己对整个要做的事情也更加有掌控感。对，所以说这个第二大脑，我觉得有两方面，就一方面是你可以有一款任务管理工具，就像滴答清单，像等等，你只要把嗯它或者纸和笔，你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关于知识管理，然后这个知识管理，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知识库，就像刚刚提到的 Notion 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在用的 Run Research，其实也是一款非常好的思考工具。你看我刚才说的，其实都不是知识管理工具，而是一款思考工具。就是当你能够跟一个第二大脑在不断的沟通摩擦，你可以迸发出更多的灵感，然后也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完成手上的工作，或者是啊去完成更多的输出，比如说写文章、演讲、做直播等等。对，我觉得一方面就是第二大脑是能够辅助给你的，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定期把你的把你的输出发布出去，这样的话你就是用你的第二大脑跟其他人的第二大脑互相交流了，对吧？然后这个不同大脑之间的一个互相交流会迸发出新的火花，然后有让你对这个知识有更深的理解。对，所以这个我就推荐大家去做两件事情，去把你的大脑尽可能的清空，然后把相关的任务也好、知识也好写下来，然后你可能会需要两个工具，一个是知识管理工具，另外一个是任务管理工具，这个市面上都有很多，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我微信，然后我在 你 B 不是在那个 站也有做一些 B 站视频。上面有一个号在做这个视频吗？叫啥名字来着？对对对，就是吕律庆，对，就是就我的名字吕丽吕庆，青是吧？然后晋拆开，对，晋字拆啊、开的丽庆，对对对，就是那个 Room Research 长岛冰茶导出对来的那个。对对对，谢谢冰茶，嗯，可以跟着吕老师学习学习。嗯，前面然讲的那个后我们再回答一些时差问题，问题，我觉得那个异步沟通其实就完全就避免了时差的这个问题，就你嗯嗯，根本不用管别人在不在。对，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时差在的话，反而有个好处就是你不会假定对方一定在桌面，一定在嗯，电脑面前，你就会把自己的想法表达的更清楚。然后对方也可以没有一个立即回复的压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以前用钉钉，你会觉得老板在盯我，老板看到了信息，或者是你看到老板的信息是一个已读，所以就会让你很焦虑，然后你就会有一个立即回复的一个冲动嘛。虽然说对方也不一定要你立即回复，但是 IM 的也就是即时通讯这种设计就对，会让你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对，你不及时回复的话，就是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不善于团队协作。嗯，是的，我这块儿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我有点深入的实践过这个方式，就是我在有一段时间，就是在 s o u r c e 做培训那段时间，我刻意嗯的不及时回别人消息，然后我就嗯发现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不找我了，他就去找其他人了，就是那个事情不一定非得嗯找你，他找你团嗯队里的其他人也可以解决。所以你通过这嗯嗯种方式，其实可以训练别人。就是有一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出来的》，对吧？嗯你每次都回得很快，人家肯定就找你啊，都不找别人。你回得很嗯慢，他就找那个回得快的了。所以你这样做了之后呢，就没那么多人来这种琐碎的事情来找你了。然后你的时间就专注了，嗯嗯专注了之后，你就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你可以做那种更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其实是嗯不可替代的，反而你嗯变成你团队里面最不可替代的那个人了。那所有的嗯嗯公司里面，我觉得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团队里面都有那种相对的大的活儿，需要可能技术更难，或者说是这个嗯需要更多的更复杂，
对知识上下文怎样，反正复杂度更高啊什嗯么的，他需要有更投入的去做，那你就可以选择那样的事情来做。然后，如果你的嗯整个项目都是那种救火、修修补补、技术支持的话，那你也可以去跟领导沟通，说我就是想做那种更需要专注的，我喜欢做嗯重构，我喜欢做 TDD，把代码写得更好。那公司也会嗯嗯有那样的项目给你做。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嗯嗯，选择的。那这个对，公司是的。实在这个公司不行，那你就去 Parable 嘛，是吧？去别的公司嘛。去 Smart Token。嗯，对，我觉得这里其实就是体现你积极主动性的一点，就是问，你可能问10遍会得到一个 no，但是你不问就永远是一个空白。对，对，那时候有一个问题是时差问题，遇到问题找不到人，对方可能已经下班了。嗯，嗯我们就异步沟通，就是随便搞个啥都是2、3天才才会有反应的。就是你在那个给人留言，他可能第二天、第三天才回你，嗯就我们没有那么着急。嗯，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很着急一定是因为之前没有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做完。对，对如果说一个线上 bug 出现的话，那一对定是因为之前没有提前发现嘛，所以对对对，就又回就重到我们要的事情，刚刚提重要的事到的。情一般都没那么紧急，反而紧急的事情可能都没那么重要。是的，就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可能要先把这个测试、把 CI 这些东西做好，对，然后提前发现问题，提前解决问题。好，我们现在也可以进入问答环节了。咱们现在已经嗯，9点了，小伙伴们现在有嗯，什么问题想要问2位老师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主播这边可以给大家上墙，问题上墙，好吧？对，稍微等一哎，下吕金，大家可能你现在怎么锻那炼呀？我锻炼，对对，现在问题还没来，我们先聊一下。我都没有锻炼。不过我确李老实在师是瑜伽。在上一家公司挺开心的，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在园区里面打球。嗯，因为在天府长岛里面直接就有室外的篮球场。我觉得之后反正每一周我也会去多打打球。对，然后你这个是打球，我感觉每天如果只打1个小时，反而会让自己更容易坚持。就是因为没有打完，觉得没有打够，所以第二天会继续还想想去打。打是吧？别对，一天就我觉得打太久了是吧？对，一天别打太久，包括锻炼也是，我感觉可能一天不能锻炼太久，这样就更容易失去这个想锻炼的心。就是要有那种，叫啥呢？稀缺感。嗯，我最近就不是的。吃午饭了，然后我就觉得晚饭特别香。哦，不那吃不饿吗？午饭了。就前段时间就我们都觉得，以前总觉得回老家有很多好吃的，现在就感觉啥都不好吃嗯了。就嗯对，所以就是因为你想要啥都很容易获取到嘛，都能吃到，所以就觉得是的。不稀缺了。然后我最近因为那个瑜伽里面就是强调说2次瑜伽之间要相隔8个小时，然后最好是不吃东嗯嗯西，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吃早饭，嗯然后晚上吃晚饭，中午就不吃饭。嗯嗯，晚然后饭吃的特别香。对，就很香。嗯，好耶，这个我也去尝试一下。嗯，哦，糟了，我刚刚重新进，有一些问题已经消失了。下面就是作为说，程序员该如何排解压力？嗯嗯有一位叫长岛冰茶的，可能是哪个老师的朋友说是那个 Notion 和 Room Research，大大觉得哪个更适合输出？觉得 Notion 更加可视化，Room 的话太贵了，本地的话也嗯嗯要另外存网盘，这应该怎么嗯嗯。解决呢？如果适合输出的话，确实 Notion 会更适合吧。我不确定你说的输出是指的写成文章，还是单纯提高你的决策质量。因为这里我想纠正一个概念，就是输出它不一定是写成文章或者是做成视频，嗯它的本质应该是帮助你更好的制定你的决策。就比如说，当你有一些苦恼的事情、一些焦虑的事情，
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写出来。如果写到最后你能够有一个答案，我觉得你这次输出的目的就达到了。对，所以就不一定给别如果这里人看是吧？对不一定给别人看，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 raw research 更合适，因为它是一种大纲式的树状的结构，它可以让你更加专注，对，会更加理清脉络。然后如果是你要写给别人看的话，因为 Notion 本身它就可以公开发布嘛，所以说会非常方便，然后也可以有更好的协作功能，对方还可以直接留言，你可以直接去跟他互动，所以看你是哪个角度，然后是在合适的时候使用合适的工具。对，还有小伙伴问说，两位老师在公司协同办公时遇到最头痛的问题是什么呢？嗯最令你们头痛的事儿。我觉得国内，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国内的公司最头疼的就是消息太多嘛，就是很碎片化。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虽然是异步办公，但是我觉得英语还是个问题，就是还是嗯会有。其实印度音乐我听得很明白，我之前跟印度人一起工作过，印度音乐嗯我听得很明白，但是还有很多嗯其他国家的英语我听不太明白，嗯，所以跟他们开会的时候还是有点对对对，头疼。所以我现在还是每天在那个练听力、练阅读和练那个口语都在练。然后嗯嗯我最近发现一个练习的好方式，就是我前2天去用一个国外的一个云产品，然后他们的那个嗯马来西亚那边的一个市场的人就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就跟我约会，嗯嗯然后去聊，然后又拉了他们另外一个做技术的人跟我聊，我发现跟他们开会就可以嗯嗯，练英语。是的，是的，对，因为确实是需要那个环境的。对，然后嗯我自己英语也是其中一个问题。对，然后另外的一个问题可能是时区。我指的是对于个人，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因为现在我有时候会晚上1点钟起来开会，所以我会先睡2个小时，但是一周只有一次。对，所以这个嗯。问题就还好。然后后面更大的问题，因为我现在才加入2周，所以暂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感觉。嗯，还有一位小伙伴呢说，这个负责人写代码，沟通协调工作谁去做呢？这个问嗯，题属于公司。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是因为角色分工的对，就没那点吧。么多，就是我们没那么多沟通协调的工作要去做，就是负责人日常是啥呢？就是在做，一方面他自己也在写一些代码，一方面呢他会去做很多 review 代码的事情，然后会去跟进一些 issue，到时间要去看看有没有关闭，嗯嗯然后没有关闭嗯的话再艾特一下相关的人，会去做嗯一些嗯这样的事情。但是嗯确实我感觉没有那么多这种需要沟通协调的，就是沟通协调其实主要就是你的信息差嘛，就是你有一些信息嗯嗯，只在某个人那儿有，信息差。所以你要去找他要。所以嗯嗯我昨天那个文章里面就提到一点，就是说原来我们做敏捷开发的时候特别强调说面对面沟通是最好的一种最高效最好的一种沟通方嗯式。但嗯是我觉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把信息给放到大家都能看见的地方，刚才说的 Notion 嗯也好啊，或者透明。或者是嗯对 Discord 里面也好，让别人每个人都能找到，这个时候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这种有一个专门的人去协调去传递信息了。嗯，对。然后关于负责人这一点，就我刚才有个思考，就是负责人可能就是一个 role，因为在 Parable 它其实是有不同的 role 的，但嗯是每一个人他可以有不同的 role，有很多种 role，就他可能是这一周的release owner，就发布经理，或者是嗯他是下一次会议的主持者。我觉得这个嗯职责其实本质上是一种 role，就当嗯你是这个头衔，或者是你是这种职责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某一种好像的权利，但其实这个权利是可以轮换的。对，对所以加上 Parable 本身是做那种在线敏捷工具的，工具本身其实也承担了一定的这样的肉，因为嗯因为沟通协调它可能是一种整合，对吧？
比如说他需要把每个人的工作的进度然后整合到一起，但是如果通过一些工具能够把这些进度直接就放到一个看板上，那其实这个沟通协调的职责也就被减弱了，然后只是说需要有个人来 facilitator，就是来主持这个会议，对，就仅此而已。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刚刚想到的一个点。好的。还有小伙伴说想听听两位老师对编程初学者学习过程中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需要注意重点的是什么？注意的重点是什么？我之我觉得，前有，你说吧。我就是给这位同学打个鸡血，因为这个同学我之前我们之前聊过，我觉得就是还是先干，就是你得先，就是有句话叫 learning by doing，就是你得先做，然后再学，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不去做，你就根本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什么，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当你去做了之后，你有了这个反馈之后，其实也会知道自己更偏向于，更偏爱于哪个领域，就是在你卡住的时候，你应该尽可能快的去进入到这个学习兴趣的下一层。就比如说你现在想学前端，那你不确定你到底喜欢 Vue 还是 React，你就先让自己快速的往某一个方向先走，这样的话你会有更多的一个感觉。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啊、多输出，就是你自己得把你的代码和你的这些学习资料总结下来，然后输出给这个开源社区或者是这些技术的一些社区，像掘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对，我分享一个，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个大舅哥，就是我嗯嗯我我老婆的堂哥，他以前在我们那儿的一个化肥厂，就是很大的一个国企，后来被优化了，他那个下岗了，然后就现在去了隔壁一个城市做好像是安保相关的吧，就是反正每天在那嗯儿守着那个监控还是干啥。然嗯后他去年就找我给他做一个爬虫，去爬一些那个股票的数据，他做那种短线的什么操作的，我也不太懂。嗯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做了一下，然后也没有继续的快速的响应他的需求，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嘛，他又不给我钱，对吧？嗯嗯然后嗯然后他就自学了，你知道吧？他上次就让我惊呆了，他就自己学了嗯异语言，然后自己做了一个有图形界面的一个软件。然后并且还建了一个 QQ 群，已经很多用户在用了。然后嗯他上次跟我聊的时候就是在说那个怎么加密，他说我这个软件发布出去之后，别人这个直接就能用。我现在想把它做成，他以前是个纯客户端的，他说我现在想怎么能控制它，说你是不是有服务器，然后我在服务器上放个图片然后那个图嗯片如果能下载下来，就说明它就可以用；如果下载不下来，他就不让他用了。然后我觉得惊呆了，嗯就是真的，他在做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当中，就真的涉及到了很多的嗯问题，在跟你再去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还有一个问嗯题是，他拿 JS 写了一坨代码，就性能非常差，写了几百行，然后全是嗯重复，嗯他也不知道可以传参数啊、提炼函数啊什么的，反正乱七嗯八糟的。然后后来我们就直接重构一下，就变成可能十几行代码，就两个循环就解决了，他都不知道哦，然后就写出来很差。然后前两天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查询的那个性能的问题。他说我有600个文件，然后每个文件里面有很多条数据，然后我现在如果那个数据是非常靠后的话，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变了一遍才能找到那条数据，我怎么优化它？他就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真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你真的去做一个实际的东西，哪怕这个东西别人已经做过了，那别人做过了是别人的呀，对吧？就原来我们经常说不要重复造轮子，对吧？如果你是为了学习的话，其实是应该去重复造轮子的。你只有造轮子，你才能学会造轮子呀，你才会学会造东西啊。你是的，轮子都是的，不会造，你怎么会造汽车呢？是的，道理，这个非常赞同。对，非常有道理。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时间也不早了，好吧？
有个游戏女巫问说，异步沟通这种情况，如果与 marketing、sales、ops 沟通，或者存在紧急的 outage 的时候，怎么快速聚集起来，集中解决问题呢？我把它上墙。你遇到了没？我这边也是之前听他们，就我入职之前有听说过快速集中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策略是每2周有一个 backlog refine，就是其实会把所有的那个 issue 全部都过一遍，看它的紧急程度吧，因为本身那个 GitHub issue 上会有 label，如果是特别紧急的 label，它跟那个 Slack 是会打通的。然后只要你加上这个 label，就会在对应的一个 Slack channel 里面直接通知所有人。对，然后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有2部分吧。就第一个是怎么聚集起来，聚集起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每2周会有一个那个 backlog refine。我理解他说的应该是更紧急的了，就是你说的这种应该就是还是避免它成为紧急问题，可能提前预防了。他说的那种就是真的已经出现了，那个就网站都当掉了，当掉了是怎么解决的？那我现在没法回答。你还没遇到当过是吧？是的，但是这个我反而想到一个点，就是因为异步时区，就是总会有个人在，就是不管白天黑夜，对，感觉全球各个时区都会有人在。对，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需要 involve 那么多的人，就是因为信息不透明，那个信息只有他才能告诉你。如果你这个信息都透明做得非常好了的话，其实大家都能够获取到这个信息，就不一定要某个人才能够解决那个问题了。所以你就刚才说异步这个好处就反而体现出来了，随时都有人在，随时都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完整的那边还有人在上班，对他就可以去解决那个问题。是的。好的，我们还真当过，最近做了那个迁移，还真是有当过，但好像也没引起什么太大的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问答环节就先到这儿了，好吗？现在因为那个屏幕上也没有更多的问题了，好吧？然后好多小伙伴刚才问呢，说我们那个直播间中奖了，福利是什么呀？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由 K 加峰会赞助的价值1000元的这个门票优惠券，大家可以在我们那个早鸟基础价这个5100元的基础上呢，再去立减1000元。然后如果对这个大会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下方的购物袋上直接可以报名参加。我现在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报名地址已经在公屏上打出来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一眼，好吧？再次感谢大家。还有一个免费的通道，就是你来提交话题。对，也欢迎你来做分享的话，不仅不要门票，还有一些福利呢。对，还有很多福利的，所以这个比较牛的大咖可以随时来给我们做投稿，好吧？我们官网上都有这个投稿通道。好，那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2位老师精彩的分享。然后希望大家锁定我们周志凯琳的直播间，关注我们的下期直播。好，今天先到这里了，2位老师再见。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谢谢大家，拜拜。